丈夫有了外遇，妻子得知女方的身份之后，气得咬牙跺脚，浑身颤抖，心里却没了主意，只好找来2个弟弟帮忙想办法。大弟弟喝了一口茶水，把茶杯往茶几上一放：“大姐，咱爸妈死得早，是你放弃上学打工养大了我和小弟，所以我们都希望你好。要是以我的看法，你应该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我姐夫更好一些，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。我相信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并不是真心不想要你了。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小弟弟一拍大腿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：“哥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咱哥俩身强力壮，难道不应该保护姐姐吗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是大姐养大了咱俩，你怎么能让姐姐忍气吞声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担心姐姐离了婚，你就不能从姐夫魏寇达那里拿便宜货了，怕断了财路是吧？你敢胡说八道，我揍你！”说着话，大弟弟李大毛抬起了胳膊：“大毛，你先坐下。”这位姐姐李香芝挺身由打沙发坐墩上站了起来，左右手分别拍了拍2个弟弟的肩膀：“你俩是姐最亲的人，咱可不能耗子动刀窝里反啊！大毛，你刚才说的我也考虑过，可你知道那个狐狸精是谁吗？她是咱2姨表姐的女儿冯小燕，应该管我叫一声表姨，管你俩叫表舅。魏寇达是她的表姨夫，你们说说，这不是乱套了吗？”这个李大毛和李二毛这么一听，都是吃惊不小，2个人愣了半天，有点不敢相信。还是二毛一拍大腿，先说话了：“姐，这叫乱伦啊！这个你应该把他们告上法庭，将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，那样你还可以多分些财产。”不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他们的丑事不也是姐姐我的丑事吗？我就是怕这事儿闹大了太丢人，忍气吞声又不甘心，所以才叫你俩来出主意，想想办法。你这是个馊主意，不能这么办。小弟弟二毛撇了撇嘴，一个劲儿直摇头：“此言差矣，您怕丢人，想捂住这丑事儿，可纸里哪能包得住火呀？要是时间久了，他魏寇达转移了所有财产，然后再先一步提出离婚，姐，到时候恐怕你是人财两空啊。”大毛的意见不一样：“姐，我认为二毛说的不对，姐夫应该就是一时糊涂，没有管住自己，他对你的感情还是很深的，不会跟你离婚。你要是一哭一闹，可就真把他从家里推出去了。不如假装不知道，用体贴和温柔来感化他。”本来李香芝是想跟2个弟弟商量商量，能有个准主意，结果现在他脑袋更大了。算了，你俩都回去吧，让我自己再好好想一想。打发走了大毛二毛，李香芝冲了个热水澡，然后围着浴巾边擦头发边想主意。最后他下定了决心，对，就这么办。刚想到这儿，您说有多巧，门铃一响，多日不回家的魏寇达回来了。看到妻子李香芝整个人的状态，魏寇达深感意外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李香芝刚刚想好了对付丈夫魏寇达的办法，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达到目的，所以思想上就通了，一通百通，心情放松了不少，眉目舒展，再加上刚洗了一个热水澡，面色红润，气色就显得很好。李香芝是好言好语做了顿好饭，外面的事情只字不问，对魏寇达就只是温柔照顾。吃过晚饭睡觉之前，还聊了过去谈恋爱的时候许多有趣的事情，夫妻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良宵。第二天早上去公司的路上，魏寇达心想：我对不起香芝啊，不行，这回我必须跟冯小燕一刀两断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冯小燕多次约会魏寇达，
都被魏寇达找理由拒绝了。他是有意疏远对方，想就此断掉这段不光彩的事情。另一方面，魏寇达也是尽量天天回家，与李香芝的夫妻感情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甜蜜。常言说得好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李香芝的小弟弟李二毛发现好些日子过去了，姐姐家里很平静，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一打探才知道，原来姐姐跟姐夫最近关系融洽，姐夫魏寇达又变回了顾家好男人。莫非这魏寇达跟我那个表外甥女断了？他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了？糟糕，这不白扯了吗？我啥好处都捞不着了。不行，我得采取行动，必须搞到钱才行。再说李香芝的表外甥女儿冯小燕，想约见表姨夫魏寇达多次被拒，心情烦闷，正在商场独自溜达呢。手机响了，是小表舅李二毛打来电话，说要见个面。他们两家平时很少走动，可毕竟是亲戚，冯小燕爽快答应，在一个小餐馆见到了这位小表舅李二毛。他把挎包放在小餐桌上，与李二毛面对面坐下之后，表舅，你神神秘秘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李二毛贼眉鼠眼往周围看了看，没有熟人，压低了声音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话。就见冯小燕先是一愣，然后皱起眉头，一会儿又舒展开了，瞪大了眼睛，之后频频点头，最后撇了撇嘴，行，我答应你，不过不能5-5开，只能3-7开，你3我7。李二毛狠狠咬了咬后槽牙，咧着嘴点了点头，行，反正表舅我主要是为了给你出气，3-7开就3-7开。那么讲了半天，他俩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李二毛出主意说，我姐夫你表姨夫魏寇达现在是要把你当大鼻涕一样甩了，他把你给玩了，你不应该善罢甘休，起码得让他付一笔青春损失费。我可以帮你取得证据，好要挟他。两个人谈妥之后，依计行事。冯小燕按照李二毛教他的话术，约着魏寇达在宾馆见最后一面，说是要做个了断。魏寇达果然上当，心想当面讲清楚也好，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。于是如约而至，在冯小燕的软磨硬泡之下，同意最后做了一次最不应该做的事情。两个人当面说好，以后再也不私会了。魏寇达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刚才与冯小燕的苟且之事，被小舅子李二毛通过隐形摄像头全程给录下来了。而冯小燕也是没有料到，他还以为李二毛会把证据交到他手上，然后由他来向魏寇达要一大笔青春损失费呢。结果李二毛却打来电话，小燕啊，真是糟糕，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毛病了，视频一点也没录上，你先别急，等我消息，我再想想办法啊。暂时稳住冯小燕之后，李二毛打通了姐姐李香芝的手机，说有急事要在公园门口见一面。他是打算让姐姐看看这段视频，好让李香芝下定决心离婚。姐姐分到财产之后，他再从姐姐李香芝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。可表外甥女儿冯小燕也不是傻子，她根本不相信这个小表舅李二毛说的话，风风火火就找到了李二毛的家。结果只有李二毛的老婆崔玉凤一个人正在客厅看电视呢。小金子，我表舅呢？崔玉凤一愣，你找他啥事儿？他好像是去找你表姨了。冯小燕听完也不答话，是扭身就走。崔玉凤更觉得奇怪了，她愣了片刻之后，穿好外套也随后追了出来，一路跟踪这位表外甥女儿。因为李二毛家距离他姐姐李香芝家并不远，
所以他们都是步行前往。因为刚好路过李二毛与李香芝见面的那个公园门口，李二毛掏出手机，正要给姐姐李香芝播放那段视频呢。表外甥女冯小燕一眼就看见了，快步冲上前去，伸手就夺手机。这一切都被紧随其后的李二毛老婆崔玉凤看在眼里。她见冯小燕与自己的丈夫李二毛争抢手机，还一个劲儿的说什么给我证据，给我视频。她心想肯定没好事，说不定是李二毛干了什么坏事，有短处让表外甥女冯小燕给抓住了。想到这儿，崔玉凤紧走几步到了近前，抬手一拍，啪，将李二毛与冯小燕正在争夺的手机打落在地。一是用力过猛，也搭着李二毛的手机质量差点儿，一下子这手机就全散了架了，外壳零件是七零八落。李二毛气得指着他老婆崔玉凤的鼻子：“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”李二毛生气着急，还有比他更着急的呢，谁呀？他们的表外甥女儿冯小燕。冯小燕认为自己是被这一家子给耍了，疯了一样扑向李二毛和崔玉凤这两口子。呵，这一大家子在公园门口可就乱了套了。还好这时候李大毛夫妻俩因为接受了姐夫魏寇达的邀请，要去姐姐家里吃顿饭，刚好路过，见自己的姐姐、弟弟、弟媳妇以及那个表外甥女儿在大街上乱作一团，赶忙上前制止，把这一家子人都带回到了姐姐家。姐夫魏寇达正在亲自下厨做菜呢，忽然家门一响，就见妻子李香芝、小舅子李大毛夫妻俩、李二毛夫妻俩，最后边还跟着他的内表外甥女儿，刚刚分手的情人，年轻漂亮又难缠的冯小燕，一个个表情各异，反正都是绷着脸，没有笑模样。他是大吃了一惊：“你们怎么这么全乎啊？快坐吧，坐吧，我正做饭呢。保姆不在，亲手下厨，我亲手下厨。”简短截说，到了现在，所有的事情都瞒不住了，这一家子也只好全都开诚布公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摆到桌面上谈开了。冯小燕脸皮还是真厚，她要求魏寇达赔偿青春损失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一共需要200万元。魏寇达正想答应，小舅子李大毛先开口了：“小燕，你要的太多了，要是非要那么多的话，姐夫完全可以告你个敲诈勒索，到时候不但好处捞不着，你还得坐牢啊。”总而言之，最后魏寇达当面转给了冯小燕20万元，算是了结了此事。